嗨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在这期影片呢，Kevin 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啊，主要就是 Kevin 在过年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些事情啊，有一些感悟啦。那相信各位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呢，一定会更有动力的去学习投资理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。在 Kevin 专注学习与财富相关知识的同时，也就有这个平台将 Kevin 认为有用的财务知识分享给各位。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。那同时也是不断的在督促我自己，要在投资理财这条路上不断的精进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在过年期间呢 ，Kevin 会跟一些亲朋好友去聊天。那主要聊的话题呢，会环绕着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个话题。那对象呢，有不乏一些50几岁的阿姨啊，或者是一些叔叔，或者是一些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一些朋友们。那他们对于财务自由、退休享受人生都是非常非常的向往。那大家都会提出自己对于这个目标的一个看法，要如何去达成这个目标的看法啦。而他们提出的共通点就是，我们的被动收入要大于我们的支出。当我们被动收入大于我们的支出的时候，我们就财务自由了。这边 Kevin 想要跟大家科普一些小知识啦。财务自由这个名词呢，主要是由罗伯特清崎他所提出的。那他是《富爸爸与穷爸爸》这本书的作家。那这本书呢，主要是介绍了罗伯特的2个爸爸，一个是亲生爸爸，一个是朋友的爸爸。那亲生爸爸呢，他是高知识分子，他在大学教书，他希望说他现在努力的工作，那他老的时候政府可以养他。那事与愿违啦，他在老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，然后被公司给 fire 掉了，被政府给 fire 掉了。那他晚年的时候因为没有工作，然后负债累累。那另外一个爸爸，也就是好朋友的爸爸。那好朋友的爸爸呢，他借由着投资理财的一些知识，然后进行经商，然后成为了一个富甲一地的一个富豪。那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爸爸对于投资理财有完全不同的观点，是蛮有趣的一本书啦。而且它整个书的内容呢，比较像是有故事的方式去进行形容。那这本书呢 ，Kevin 是蛮推荐投资理财的新手可以阅读，因为它没有一些艰深的财务知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过年那个时候聊天的话题 ，Kevin 就问他们说：“既然你们都知道退休享受人生、财务自由都是要创造被动收入，那请问现在你们有创造被动收入吗？”结果 Kevin 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沉默，或者是没有。他们会说：“我现在工作很忙啊，我每天回家除了还要照顾小孩，我还要煮饭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财务这些知识啊。”听到这边呢 ，Kevin 其实有些感慨了。既然大家都知道退休享受人生、财务自由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目标，那我们也知道如何达成这个目标，也就是我们要创造被动收入。我们都知道这些方法，但是却很少人真正仔细认真的去研究，或者是仔细认真的去执行。这就像是我们考试的时候，我们有考古题，老师说这次考试会考考古题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考古题就去考试了。那为什么要用考古题比喻呢？因为投资理财这条路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人士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案例可以让我们进行借鉴，可以让我们去进行学习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进行学习呢？那 Kevin 最常听到的一些反对的意见就是说，他们认为股息再投资或是投资理财让复利产生一个被动收入，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要花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产生不错的被动收入。他们没有那个耐性，他们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去等待。这边 Kevin 就提出一下自己的看法。各位可以把投资理财复利堆叠，把它看成是一个种子。我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篮水果，我们可以选择把它全部吃光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留下一颗水果，我们把它种子再播到土壤里面，让它发芽，然后长成一棵大树。然后长成一棵大树之后，它会产生更多的果实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些果实呢，我们再持续的播种，就会形成一个果园。到时候我们就有源源不绝的果实可以使用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将一开始的种子播到土壤里面，你只是每个月每天都将那些果实给吃光的话，那到老的时候，你还是每天只能拿那1篮果实啊，你并没有更多的果实可以去使用。这边 Kevin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那故事的主人翁叫做凯瑟，他是一个城主的一个佣人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呢，就是帮城主打杂啊，或者是帮城主买一些生活用品。那有一天，他就照着惯例去市集买一些生活用品。那今天呢，市集比较不一样，他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好像在议论纷纷，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事情。那凯瑟非常的好奇，他就挤进去，他想看一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在里面看到一个老人，那老人呢，他指着一面墙，那一面墙上有一张地图，那地图上面标示着一个地点。老人说：“哎呀，拜托大家带我前往这个地点。这地点呢，它有一个果园，那个果园上面有一种非常饱满的一个果实。
那果实香甜可口。如果我们把它带回来，并且我们将那果实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，它就会长出一棵果树。那我们再将那些果树呢的果实呢，再持续的播种下去，最终它就会形成一个果园。我们就可以将这些果实呢拿去首都卖，可以卖一个非常好的价钱。到最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发财致富，成为一个小富翁。所以拜托大家带我前往这个地点。大家听了老人的言论，纷纷看了看地图，他发现地图上面的那个地点非常的遥远，要经过几座山头才可以到达。那众人就开始议论纷纷了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不行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回家照顾小孩呢，我根本就没空前往这个地点啊。”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工作好辛苦啊，我现在也没有体力，我不想要前往那么远的地方了。”更有人会说：“那我可怜，这么好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这个一定是假的啦。”那么凯瑟他是怎么认为呢？凯瑟心里想说：“哎呀，我等一下买好东西，我回去还要打扫呢，我好像没有时间陪这个老人过去呢。”就这样，日复一日的过去了，老人依旧在市场的中心，没有人带老人前往那个农场，前往那个果园。直到有一天，老人不见了，而那张地图呢，依旧留在那面墙上。而凯瑟看到那张地图，他还出于好奇心，就将那张地图给描绘了下来，并且保存了起来。几年过后，凯瑟长大了，他还是在城主的底下做事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。每年呢，领着那一点点微薄的薪水。那凯瑟心中呢，他就有一个希望，他希望他自己不停努力的工作，而城主会看在他努力工作的份上，在他年老的时候呢，会给他一笔钱，让他回家安养天年。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，凯瑟会拿出他那张地图，他会摸着摸着那张地图，他会心想：哎，如果我有这个果实的话，我就可以发财致富了，我可以靠着种果树，然后赚更多的钱，我就不用这么的辛苦了。但是凯瑟一想到要跋山涉水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去采集果实，凯瑟就退却了。他就会找一些借口，他会说：“哎呀，但是我明天还要工作啊，我根本就无法前往啊。哎呀，我明天放假，我要带我小孩出去玩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前往啊。”就这样又过了几年，凯瑟老了，脑袋不灵光了，而城主呢也觉得凯瑟好像已经老了，好像也无法帮他处理很多事情了，那就给他一笔钱让他退休吧。凯瑟的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他想：我这一辈子为你工作这么多，你却给我这么一点点的钱，而这点钱却只够让我晚年的时候勉强图个温饱而已。但是凯瑟他自己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只摸摸鼻子，然后就踏上回乡的路了。就在凯瑟回乡的路上，他经过了一片果园。那片果园呢，树上结着非常非常多饱满的果实，散发着迷人的香味。而果园的主人看到凯瑟痴痴地望着他的果园发呆，就盛情地邀请了凯瑟进他的屋里去享用美食。而凯瑟进屋之后，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地图，那张地图非常非常的熟悉。凯瑟马上就翻开他的行囊，他把他自己描绘的那张地图拿出来一看，两个一相比较，他发现两张地图一模一样。原来果园的主人是当年那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小乞丐，他也在那一群围观的群众当中，而也是小乞丐带那个老人前往那个农场。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小乞丐才发现，原来那个老人是那个农场的主人。老人为了感激小乞丐，他给了小乞丐一篮的水果。他跟小乞丐讲说：“小乞丐，非常感谢你带我回来，这些果实呢送给你。你可以把这些果实拿去首都卖，一定可以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。或是你可以把这些果实拿去种植，你会长出更多的果实。”小乞丐选择了后者。那老人呢就教小乞丐如何的种植。小乞丐抱持着空杯心态，不断的学习。小乞丐说，当年他拿到了这些果实，老人教导他如何种植之后，他将这些果实带回家，并且将它播种了下去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它终于发芽了。然后小乞丐细心的照料，直到它长大成一棵大树。那小乞丐呢，每天就会借由着他乞讨之后的一个剩余的时间，去对这些树啊去除草啊，然后去浇水啊。之后呢，这些树就长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果实。而小乞丐呢，将这些果实呢，一部分呢拿去卖掉，然后拿那些钱呢去买了一些土地，那一部分呢又将这些果实呢给种植下去。之后呢，就形成了这个果园。如今呢，这些果实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多，就算每天卖几卡车出去，还是会剩下一大堆。所以小乞丐又将这些果实呢再种植下去，而小乞丐就越来越富有，如今就变成了一个小富翁。各位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觉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
而 Kevin 最大的体悟就是，我们跟小乞丐和凯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们不知道老人所说的那个果实和那个果园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投资理财这条路就像是我们这个果树和果园一样，我们知道它是真的，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成功案例。以台股来讲，就像是一个作家，他叫做林茂昌，他有一本书叫做《我的职业是股东》。而如果是价值投资最著名的人的话，那就是股神巴菲特，可以去进行借鉴，可以进行学习，而且他们的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。我们只要踏出投资理财的第一步，开始去学习投资理财之后，我们选定了一家好公司，我们进行股息再投资，然后长期的持有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不错的被动收入。但是我们却不实际的去行动，这不是非常的可惜吗？好，所以总结就是 ，Kevin 认为投资理财这条路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走的一条路。我们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可以进行借鉴，可以进行学习。我们不要再犹豫不前了。如果不知道如何踏出第一步了，可以点击上方的影片链接进行观看。那 Kevin 每周会分享一些投资理财有价值的知识，在这个频道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因为在各位犹豫的时候，别人已经种下了第一颗种子了。如果各位不想要错过的话，可以点击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各位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！